绝世唐门64集，霍雨浩偶遇王秋儿，海神园相亲大会开始。上集最后，霍雨浩开始了第2赌的挑战，面对龙逍遥，他全力以赴，精神力和魂力在精神力的融合下不断压缩，准备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击。他的动作迅速而果断，背后4个6级魂导推进器的光芒如同金色流星，直冲龙逍遥。龙逍遥以一种从容的姿态迎接霍雨浩的攻击，他没有移动，也没有反击，只是静静地用左手迎接霍雨浩的拳头。霍雨浩的君临天下虽然强大，但龙逍遥却像一座不可动摇的山岳，稳稳地站立着。霍雨浩以其惊人的天赋和精妙的战术，获得了龙逍遥这位龙皇斗罗的赞许。因为霍雨浩将魂力与精神力巧妙结合，已展现出了魂王级修为的极致。霍雨浩在战斗中的一系列动作，包括突然的倒立和释放出极致寒意，都让龙逍遥感到惊讶。使用的是唐门绝学中的擒拿手，但以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进行攻击，这种变化让龙逍遥措手不及。龙逍遥虽然在交手过程中限制了自己的魂力，但他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然而霍雨浩的攻击不仅精准，而且充满了变化。他的大寒无雪和冰极无霜的组合攻击，让龙逍遥不得不全力以赴来应对。霍雨浩的3连击虽然强大，但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在战斗结束后，霍雨浩吐出了一口带有寒气的鲜血。严少哲和仙灵儿对霍雨浩的胜利感到震惊，他们原本以为龙逍遥在放水，但很快就意识到霍雨浩的实力确实足以令龙逍遥移动并使用超过限制的魂力。最终，龙逍遥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保证霍雨浩他们安全返回。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对霍雨浩的欣赏，同时也有一丝遗憾，因为他如果早些发现霍雨浩，可能也会收为弟子吧。而此时，玄老和其他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也赶到现场。蝎虎斗罗张鹏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内心感到了不安和懊悔。他意识到，如果他们早有准备，或许今天的局面会有所不同。但现在，面对玄老和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他已经没有了留下仙灵儿和严少哲的把握。看到龙逍遥，让玄老感到震惊，因为在他的认知中，龙逍遥与穆老的恩怨已是100年前的事，而穆老已经离世，龙逍遥却依旧健在。龙逍遥的笑声中透露出一种怆然。是啊，老而不死是为贼。穆恩去了，我却还活着，我还活着啊！同时也流露出对往昔的怀念。龙逍遥没有多做停留，选择了离开。玄老和其他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没有阻拦，因为他们知道龙皇斗罗的实力深不可测，不是他们能够轻易留住的。玄老用魂力帮助霍雨浩缓解了身体的疼痛，这份细心的关怀让霍雨浩感到了温暖。霍雨浩对玄老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玄老说道：“好孩子，你做得很好，你为学院做出的贡献我都知道，学院会永远记得你的功绩。”霍雨浩摇头道：“不，这算不上什么功绩，如果没有学院，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霍雨浩向玄老汇报了他一天的奇遇，包括与镜红尘的交易、遇见回城的风波，以及与龙皇斗罗龙逍遥和蝎虎斗罗张鹏的赌战。玄老对霍雨浩能在赌约中战胜龙逍遥感到惊讶，同时也对龙逍遥的出现感到忧虑，因为这可能预示着史莱克学院将面临新的挑战。霍雨浩好奇地询问了龙逍遥与穆老之间的纠葛，玄老回忆起了穆老的过去，他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杰出后代，拥有变异的光明圣龙武魂。穆老自幼展现出惊人的魂力，8岁便已突破20级，成为史莱克学院的传奇人物。穆老、龙逍遥和叶溪水这3位魂世界的天才，在一次大赛中首次交锋，穆老凭借光明圣龙的力量略胜一筹，赢得了冠军。但3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远比比赛更为复杂。穆老和龙逍遥都对叶溪水抱有情感，但为了友情，他们选择放弃追求，将选择权交给了叶溪水。然而，叶溪水提出的解决方案，一场决定归属的比试，最终因2人的相互放弃而未能实现。叶溪水的等待变成了失望，他的愤怒和伤心最终使他走上了邪魂师的道路。多年后，已成为封号斗罗的叶溪水回到史莱克学院挑战穆老。尽管穆老最终战胜了他，但叶溪水的武魂中的邪气令穆老和海神阁主感到震惊。穆老尽管已有家室，但对叶溪水的旧情未了，他为他向师祖求情，但叶溪水的邪魂师身份太过危险，师祖决定将他扣押。不幸的是，邪魂师的袭击最终导致叶溪水被救走，给史莱克学院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叶溪水的怨恨成为穆老心中的痛，他难以理解叶溪水如何成为邪魂师，师祖因此受的重伤更令他对叶溪水绝望。师祖伤愈后，穆老愤怒地找到龙逍遥，未听解释便与之激战，最终因情义而停手。2人回顾过去，意识到对叶溪水的误解和愧疚。为澄清一切，穆老和龙逍遥寻找叶溪水，以封号斗罗的身份名扬大陆，被称为黑白双圣龙。霍雨浩听闻他们的故事，渴望成为封号斗罗。2人找到叶溪水时，发现他变得苍老且充满邪气，实力达到超级斗罗，令他们震惊。叶溪水因感到被抛弃而愤怒，穆老和龙逍遥向他坦白，虽然起初他不信，但最终接受了真相。叶溪水透露，她的丈夫是邪魂师，其死让她继承了力量。穆老和龙逍遥深感震惊，没想到误会会导致如此后果。
叶溪水要求两人10年后决斗，只有一人能活。两人在愧疚和情感驱使下答应了他。10年后，双圣龙再战，叶溪水恢复美貌，再次约定10年。几十年后，两人成为超级斗罗，叶溪水失踪，宣称100岁之战是最后一战。100年后，穆老和龙逍遥对叶溪水的情感更深。穆老告诉玄老叶溪水是他唯一真爱，叶溪水在信中说已放下仇恨，但只愿与强者共度余生。穆老因与本体宗主战斗受重创，最后一战未能进行，龙逍遥也消失。穆老猜测他可能与叶溪水在一起。霍雨浩回想起与龙逍遥的战斗，没有邪魂师迹象。霍雨浩怀疑龙逍遥的现身似乎与明德堂有所关联，而他与日月帝国的联系令人感到不安。霍雨浩提出了一个假设，怀疑龙逍遥可能与他们先前发现的圣灵教有关。这个教派能在日月帝国内存活，或许与帝国内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老对龙逍遥的实力表示出了敬畏，认为即使是本体宗的老毒物也非其对手。霍雨浩则认为龙逍遥重视承诺，或许可以在这方面找到应对之策。玄老则认为龙逍遥至少不会攻击史莱克学院，因为学院对他有恩。霍雨浩感到了责任的重量，他深知自己与顶级强者之间的差距，也明白目前只有通过刻苦修炼来增强自己。史莱克学院的安全和未来，以及即将到来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都让他感到时不我待。当霍雨浩回到史莱克城，那种回家的感觉让他的焦虑暂时得到缓解。他对自己的成长和未来充满了决心，立志要为史莱克的荣耀贡献力量。在史莱克学院，霍雨浩得知了即将进行的内院考核活动，这是外院学员进入内院的重要机会。尽管他已是海神阁的一员，霍雨浩仍对参加考核感到好奇，但被告知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霍雨浩决定先去唐门与伙伴们会合，但在离开前，一名神秘女子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当风吹落她的面纱，霍雨浩惊讶地发现，她的面容与他心中的光之女神惊人的相似。霍雨浩捡到了绣有王秋3个字的布帕，意识到她可能就是王东提到的孪生姐姐。霍雨浩内心激动，决定追上前去确认。王秋速度极快，霍雨浩凭借自己的魂力全力追赶，但心中也不免忐忑，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冒昧。霍雨浩回忆起与王东一同施展的光之霓裳，感受到与光之女神相似的心跳加速，这让他坚定了追上王秋的决心。他利用王东的关系来说服自己，加速追去。但当他到达史莱克城时，王秋的身影已消失在人群中。霍雨浩在城内寻找未果，感到有些失落，但很快调整心情，决定先去唐门与伙伴们团聚。他拿出贝贝给的地图，穿过繁华的街道，最终找到了唐门的所在地。在唐门，霍雨浩意外地遇到了娜娜。娜娜对霍雨浩充满感激，坚持称霍雨浩为主人，但霍雨浩希望他能忘记过去，作为唐门的一员，与大家平等相处。他劝说娜娜放弃主仆之礼，以朋友相称。霍雨浩一进入唐门的第2进院子，就感受到了议事厅内传来的欢乐气氛。他急切地冲进厅内，与早已等候在此的何菜头、贝贝和徐30 3位师兄重逢。师兄弟们紧紧拥抱，情感澎湃。贝贝向霍雨浩介绍了唐门近2年的发展情况。霍雨浩对唐门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并表示愿意为唐门出力。贝贝则强调了霍雨浩在魂导器发展上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唐门目前的产品诸葛神弩炮的制作情况和未来的生产计划。霍雨浩建议诸葛神弩炮暂时不要外销，而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积累存货。贝贝也认为，对日月帝国太子徐天然一旦掌权，可能会引发战争。徐30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表现出了信心，相信唐门的诸葛神弩炮将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霍雨浩提出自己对诸葛神弩炮的新改进，并愿意分享更多设计，希望能为唐门带来利益。贝贝则关心即将到来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询问霍雨浩的准备情况，并提醒他不要忽视个人修为。第2天，贝贝提醒霍雨浩准备参加内院的重要活动，并要求霍雨浩与他一同回海神阁，届时将一同参加这场盛事。霍雨浩完成手头的工作后，与贝贝一同返回海神阁。在那里，他们与其他师兄弟相聚，讨论即将到来的活动。徐30和贝贝以幽默的方式透露了活动的性质，一场相亲活动，这让霍雨浩感到意外和紧张。他想到了王秋，不知道他是否会出现在活动中。徐30向霍雨浩介绍了其他考入内院的学员，包括宁天、乌峰和邪幻月，他们都是实力强大的天才。徐30提醒霍雨浩，戴华斌近年来的表现十分出色，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海神院活动中不能大意。戴华斌的天赋甚至超过了戴耀恒，若明天的海神院活动上戴华斌捣乱，霍雨浩需小心应对。2人注意到贝贝独自饮酒，他的行为显露出内心的苦闷和对唐雅的思念。徐30对贝贝的痛苦表示同情，霍雨浩也因贝贝的情况感到难过。贝贝在酒后告诉霍雨浩，提醒他珍惜眼前人，随后带着醉意离开。霍雨浩被徐30劝阻不要去追，让他有独处的空间。霍雨浩因贝贝的情况感到悲伤，思考爱情的意义，担忧自己将来可能面临的类似境遇。第2天，
贝贝作为活动主持人之一，向霍宇浩、徐三石和菜头详细介绍了活动的规则和流程。活动在海神湖上举行，所有参与者将站在睡莲叶片上。这位体型魁梧的菜头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不过，作为魂导系的成员，他可以利用魂导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海神园活动分为5个环节，第一轮名为惺惺相惜，要求39位男学员在100米外攻击17位戴着斗笠和面纱的女学员，目标是掀开他们的斗笠。这个环节考验男学员的实力和攻击范围，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团队协作精神。女学员在这个环节中只能被动防守，不能相互帮助或攻击男学员。如果女学员落水，将被淘汰。男学员通过抽签决定出手顺序，放弃攻击的男学员将在下一轮中排在后面出场。这一轮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下一轮的机会。徐三石和菜头和霍宇浩都在心中默默期待着活动的到来，他们各自有着心仪的对象，但也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徐三石与江楠楠的关系复杂，和菜头担心长时间分离会让潇潇忘记他，而霍宇浩则对王圈抱有一丝期待。